那其实以前我通常会在这个环节就会跟大家来稍微互动一下，但因为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首还没有唱过也没有发表过的新歌。我可能想用一些时间来去介绍一下这首歌曲，花个10分钟，因为这首歌从来没有唱过嘛，大家也从来没听过，所以我觉得可能，毕竟我是个创作者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演唱之前可以讲一下我的这个作品的创作背景。希望大家能够允许我稍微任性一下。我最近呢这一大段时间，一直在思考爱情。那我是想以一个第三视角来去思考人类的爱情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人们会因为爱而在一起，而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又会发生矛盾，又会产生想要分开的念头。后来我觉得好像大部分来说好像是分为两种人，一种就是高敏感类人群，另一种就是低敏感的人群。那这两种人是什么样的呢？可以讲个小小的故事。我做一个假设，如果我今天几个朋友在一起，我们在一个桌上去打扑克牌，打桌游吧，几个人一起。那这个桌子上呢，可能有大部分都是高敏感的人群，然后可能只有一个人是一个低敏感的人群。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玩到了下午5点钟，然后其中有一个高敏感的人呢，他可能肚子饿了，他想了一下，然后就会问大家一句，说我们大概要玩到几点钟啊？而这个时候这个桌上其他的高敏感的人可能第一反应都是秒懂，然后就会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就心照不宣的就看了一下时间，可能如果说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没那么饿，或者说是玩的正是最开心的时候，上头的时候，然后就说要不然想了一下，要不然我们再玩个2把，玩个2局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肚子饿的这个人呢，可能就会想了一想，觉得再玩2把，玩个1-2个小时应该也还好，稍微忍一忍，然后最后大家一起吃饭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傻？就是你饿了你就吃啊，干嘛要去那么在意别人的感受？其实呢，我觉得这样的人他并不是再去委屈自己，我觉得他做了一个选择，他其实是快乐的。当他选择要跟大家一起再玩一下，然后一起吃饭，然后
这个让大家所有人都开心的时候，他也是开心的。他其实内心是开心的，并没有在为难自己。那如果假设现在有一个低敏感的人，他肚子饿了，他可能会跟旁边跟他关系最好的这个人去问一句说：“吃不吃饭？我饿了。”那你知道，其实问出这个问题来，从这个人当他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，这个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在内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，就怎么讲，一个无形的压力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。这两个问题是有区别的啊。我刚刚说那个高敏感的人，他问的方式是：我们大概还要玩到几点钟？而这个另一个人呢，他说是吃不吃饭？我饿了。为什么会给大家压力呢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如果回答说，我们要不，那要不我们先不玩了，吃饭，好像大家都没有玩得很尽兴。但如果回答说，要不我们晚一点再吃，再玩一会儿，又感觉说出来之后有点怕伤害到这个人。那如果这个时候她最好的这个跟她走得比较近的这个好闺蜜呢，因为熟嘛，所以就回答一句：那要不我们再稍微玩一会儿再吃呢？那这个低敏感的人可能会说：没事，好，那你们先玩，我自己先点餐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那个感觉，就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整个这个磁场空间已经被破坏掉了。就是这几个人可能他继续玩，他可能也不开心；他不玩，他也不开心，会产生一种压力。那你说这个低敏感的人他有错吗？我觉得他一点错都没有，他就是饿了呀，他就是想吃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他饿了就自己点餐嘛，这个完全没毛病啊。甚至我觉得这个人很酷啊。你们想象一下，如果生活里有这样一个人，是不是挺酷的一个人？后来我就思考，这两种人到底区别在哪里？然后我就想，我就觉得，我突然想，我感觉好像可以分为3步。第一步呢，就是当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，第一次见面，你的第一步可能是观察他，然后去研究他，一边观察一边研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会去感受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，去观察他，然后观察他是一个 E 人还是个 I 人，是一个有知识学问的人，还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，是一个很富有的人，还是一个普通家庭的人。你会去研究，先对观察他，然后再研究他呢，指的就是说你会感受到去研究他，他大概能感知到他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嘛。OK， 这是第一步。那第二步呢？预判他。预判指的就是说，当你观察分析完之后，然后你就会去思考这个人与你之间的关系，这个人与你未来之间的关系，这个人能不能成为你进入到未来你的圈子里，能不能跟你成为朋友？你觉得如果这个人的性格很不错啊，那我可以跟他成为朋友，我们很聊得来。或者更进一步，你觉得这个人让你很吸引你，你很喜欢他，你会思考预判他，你会觉得这个人未来有一天会不会跟我成为恋人？这个人的性格感觉好像他也喜欢我这种类型的性格。预判。第3步，扮演他。扮演指的就是说，
比如说你今天跟一个朋友一起出来，然后这个朋友可能他很难过，想叫你出来陪他喝酒，然后可能他当下的状态有80%的那个感觉是一个 emo 的状态，然后你可能那个点在你的心里面当下只占了8%，但是你会因为要跟他达成同频，有共鸣，你会因为他而把你的8%的感知放大到了80%来去跟他同频，这个时候你们俩就可以交流了。我觉得人生活当中大部分人都在扮演，在生活里面就要在朋友面前扮演，在学校也要扮演一个好学生、好朋友、好姐妹、好兄弟，然后在公司老板面前也要扮演，就是时刻。但是这样的人其实是非常善良的人，因为不想伤害任何人。那我就觉得我突然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像是确实是有区别的。那低敏感的人呢，可能会只能做到第一步，稍微好一点的呢，能做到第2步。那可能高敏感的人是能做到第3步。那这里面就产生了3种关系，就是假设2个高敏感的人在一起，那我觉得他们2个人可能因为都会不断的扮演嘛，然后可能话题也会多，容易找到很多共鸣。但是人其实扮演的这个能力时长是有限的，所以为什么你的朋友能跟你相处的很久，是因为你每天见到你的朋友的时长不会很长，所以当你见完他之后，你扮演完1天之后，当你离开他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做自己的。但是爱情不一样，爱情是当你们2个人要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你在外面扮演完了，你回到家还得扮演一个好的妻子，或者好的丈夫，好的伴侣。可人终究是会有疲惫的时候，所以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谈恋爱会几个月的时候，刚开始几个月从来不吵架，感觉对方有很多的毛病，但是好像也都能接受，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，这些毛病就全都成了毛病，然后就开始发生争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扮演的时长它到期了。当你决定开始做自己的时候，就是你们吵架的时候。所以我就觉得那如果2个高敏感人在一起，应该多多少少会好一些，他们吵架可能会比较快，就是吵着吵着发现此时因为一个事情要是没那么同频的话，那就算了，就不要吵了，就自己就可能就是那种就想象那个画面，就可能2个人就什么背对背的就过了一夜，然后第2天醒来，然后那个自我的那个能力又消化完，又可以扮演的时候，突然想想好像昨天吵架的事儿也不是个事儿，然后就莫名的就和好了。所谓的冷战，但是也很快就和好。那如果假设2个低敏感的人在一起呢，可能就会变成2个人吵架，吵着就吵得很凶，就开始骂起来了，很大声的在那又是扔东西又怎么样，一定要解决，今天晚上一定要解决出一个结果来，要不就吵得崩了就分手，分手就分手，就是那种都在气头上的那种。然后但是可能分了也就分了，就是。那如果一个高敏感的人和一个低敏感人在一起呢？那我就想他们2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是在那个吵架的时间是会很长的，因为尤其是如果2个人还都有点知识逻辑的话，有点学问的话，他那个吵架时长可能会变得非常久。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讲的东西是对的，而我讲的东西也是对的，但是我们2个人讲的点永远都是在2条平行线上，直到有一方真的懒得吵了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好像所有的情感
最终你要硬想的话，其实都会有一些悲观色彩。然后我就觉得，那为什么还有人能够在一起那么久呢？然后我觉得，那应该是责任。那我觉得，责任是一种认知，而爱是一种感知。所以，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们现在要是还是单身的话，可能你们在选择自己的伴侣的时候，我希望或者祝福你们未来能找到一个真正的灵魂伴侣，因为这样你们在未来可以轻松一些，甚至在做选择的时候，可能你的感知会很容易去战胜你的认知，然后，不是，我说错了，你的认知很容易战胜你的感知，然后你就会幸福的在一起一辈子，即使偶尔有一些小的争吵。那如果已经恋爱了，或者说已经结婚的人，那也许有些人早就已经想开了。如果还在挣扎的人的话呢，那我觉得你们要做出一个选择，到底是感知重要，还是认知重要？当你做出完选择之后呢，其实你就不再内耗了，你会轻松很多。即使偶尔吵一吵架，也觉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接受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然后你在生活里面你会轻松很多。同样的，即使你最终选择了你的感知，觉得实在无法和这个人在一起而分开了，这也是你做出的一个选择。你也知道，也不用太过于伤心、难过，痛苦肯定会有啊。只是我觉得不用那么撕心裂肺，因为这是你自己做出的一个选择。你认识到了你们两个人的结果，预判到了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果。可能当然我讲这些东西也是以一个我30多岁的一个年纪来去理解这个爱情的这个东西，对。所以我写了这首歌呢，我没有写的那么的撕心裂肺，虽然我很擅长写这种撕心裂肺的歌。但是我没有这样写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想明白这些之后，会觉得所谓的电影里面的那些痛，好像没有那么痛。然后暖也没有那么暖。写这版词的时候也是沟通了很长时间，跟吕一秋，我们两个30多岁的30加的2个大男人，白天打了2个小时的电话来聊爱情，然后改了好几版，要不就是他写的太温暖了，然后第2版又是太痛苦了，太痛了，我觉得没那么痛啊，然后就一直调整，然后就调到了今天这样一版词。非常不好意思耽误了大家讲了这么久的一个故事。谢谢分享。那接下来我要演唱这首新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人之爱》。我们
生。是我们没看透人挚爱的理由，要诚恳，要温柔，要无问以后。当我们都散入保留，我只有一个我，够不够？你出眼里的身份，而我知道，都被你选择，拿走我肉身。还是灵魂，你爱我很完整，还是拿去分身？只有我没看透人挚爱的成就，要诀别，要自由，要相互回头，摔碎过，谁还有挽留？我们都遗憾过，才会爱。也许太赤裸，就无法享受短暂，却换我所有。当我们都曾无所求，只去爱，不去想，够不够？